刚才那些幻象一定都是树搞的烟雾弹吧？你们说，松雀和白姬会不会已经在寻梦者梦到的那个位置？哎，再又如何？如果任意一处有意阻止，那里都不是你们能随意靠近的地方。之所以有人在梦里可以，恐怕是因为对那时的器用来说，你们有些许利用价值吧。不过绝的力量似乎也不仅仅是术这个概念可以。咋？这就吓破胆了？既然你们都认为我只是殉死的延伸，他除了器用又能算是什么？做人可不能双重标准。我只知道你在那个梦里像野狗一样死在了路边，根本没人关心。呸！那不过是使诈的幻术罢了，寻梦者哪里亲眼见过？你要我说，就连那白姬也不可能是真要杀了松雀。他要能铁下这个心，过去那100多年什么时候不能动手啊？啊！哼！可是，嘿，咱回来啦！松雀，吓死我了！虽然这个新的方案听上去充满挑战，但还好你师父没有破罐破摔。得了吧，你怎么知道这不算破罐破摔啊？你们试着把唯一的志愿者斯卡德传送到欧夏，结果又怎么样？啊？哦，我们之前尝试了把廊丘居民传送去欧夏的实验，不用太意外，反正也失败了。陈雪那边推测，这多半和廊丘人长期进行的围击脱不开干系。他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影子，却又没有树那样的本事，想摆脱影子的掣肘，怎么看都难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某位树在协助传送时有所保留的可能。别这样说，克拉丽。多尼格尔虽然态度不好，但他好歹帮了忙。好歹？喂，想一出是一出的是你们，落锤子的也是你们，我这做狗的除了跟在你们屁股后面骂骂咧咧几句还能干啥？别忘了，要不是有个鬼东西在打影坛的主意，就凭你们还想使唤我当苦力？嘿，门儿都别想！哎呦，呵呵，对不起啦。你道什么歉啊？你以为我现在就不想把廊丘拆了吗？只不过凡事有先来后到而已。松雀，你师父呢？怎么没见他跟你一起回来？师父说他要先把无相之相也就是影球给拖下来，为塑形做好准备。咱嘛没什么大力气，还不如先回琥珀街召集大家。我看呢，他就是现在羞愧的不敢见人，这才让你一个人回来。哼哼，要照你这么说，那咱还挺有面子的嘛。那仗着这点面子，多尼格尔，你鼻子这么灵，应该知道灯姐他们在哪儿吧？带我们去找一下如何？鼻子灵？你把我当……得啊！当狗就当狗吧。哎，咱这走江湖的，谁还不是别人的一条狗呢？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白吉，他倒没让我太失望。太好了，松雀姐姐没事，白姬叔叔果然不是坏人。嗨，咱没事儿，别担心。比起那个，当然还是天上的黑球球。哇，师父厉害呀！啊！既然师父已经开始了，咱们也得抓紧时间。这事儿说难也不难，按师父说的走，一共就2步。其一，把诀从数据之海捞出来带上，咱们一块儿去找师父。其二，
咱们按师傅的指导，将树的力量导向极致，在短时间内控制住廊丘全部的影子，从而由他来操纵一场赌上一切的危局，以此为决速行。作为结果，如果运气好，决能改邪归正，那咱就抱他的大腿；如果运气差，咱就和他打一架，看看谁的拳头更硬。哦，满仓下注，一把决胜负。好消息是，如果提前预防冲击，对欧夏而言，廊丘毁灭的结果也不过是一场地震而已。那你们要回避战斗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为了充分观察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样本，和他们同生共死才是研究者的常识吧。要是实在不行，我说不定还能努力，让大家藏到星之环里面，躲过这次灾难。魏希娜，你超现星之环的能力不是会……嗨，别担心，我只是在考虑最极限的情况。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那也没法纠结后遗症的问题了嘛。嗨，哪有那么麻烦？咱这又没有自废武功，万一横竖都搞不定了，你们不还有我这个欺瞒之术吗？只不过真到那种时候，大家可就别再舍不得咱啦。事情应该不会走到那一步吧？这可不好说。作为胸罩的一环，如果没有你，我都衰弱的没办法自己走路了。要不咱干脆现场来试试运气？寻梦者是不是还没有玩过廊丘十乐之一，紧张刺激的运势游戏，翻番乐之无敌大乐透？来，龙门大阵，咱给大家摆他一摆。哟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那咱今天的运势可和在某人梦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喽。那个，灯姐。没什么，虽然你以前总靠出千玩这个游戏，既然运气不错，那我们就趁热打铁吧。实不相瞒，在你与白吉确认异类之疑的同时，我也受他之托，为计划的其他可能性做了一些工作。这不是……这不是其他器用，正是暂时被白吉压制住的诀。此刻，他和阿杰塔的那番空间一道被收入了有异影之能的纳物袋。虽说每个纳物袋只能坚持半个小时左右，但至少在我平日储备的纳物袋耗尽之前，如果我们想要对它进行什么操作，还是可以随取随用。怪不得我们在琥珀街一直没看见你。等等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岂不是早就猜到白吉先生不会对宋雀出手了？我只是不喜欢被动的等待结果，我必须做些什么，没错吧？作为借口，他已经过时啦。你怎么知道？是那场梦吧？这么说来，算了，不是什么适合现在讨论的话题。大家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该说你嘴笨，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呢？无妨，既然白吉早就准备了这么一场盛会，那我们当然也没有不参加的道理。书虫也总和我说，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，世界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。嘿嘿，谢啦谢啦。所以，多尼戈尔呢？切，搞得好像之前几次你们征求过我意见似的。事先声明一点啊，开战的时候谁都行，别让我打头阵。多多，难道你在害怕吗？小不点你说谁？我的色拉妹妹，主角一般最后才登场，懂吗？
可多多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主角。那么，徐梦者呢？咱的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，这是郎秋自己的事，咱不希望作为客人的你们因此受伤，甚至遭遇更坏的事。这郎秋既然有你，我们就绝不能冷眼旁观。再说，欧夏那边有陈学姐，她可比我厉害多了。是呀，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欧夏不一样，在郎秋这边，多一个人可能就是多一份力。人还是要有点冒险精神。见死不救也不是女武神的作风。哎呦，真是的，再这么说下去，咱可要憋不住眼泪啦。实话说，我还挺想看看你哭鼻子是什么样子呢。什么事？你在吃糖吗？看你的表情，是觉得我这种人不会喜欢吃糖。从前确实不喜欢吃，是某位自称大师的人物硬给糖果套上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功效。我不信他，就想着试一试，亲自扳倒他的谬论。结果这一试，反倒让我就此喜欢上了糖果的滋味。算了，被人偶尔欺瞒一回也不坏，总比没事可做强上太多。对了，在你梦里我们打的那第二架，据说是希娜迪亚用她的魄气赢了我的魄气。是，我也不明白希娜为什么能做到，而且副作用很强，但确实可以有人在魄气之路上胜过我，哪怕在今天之前，这个人都和魄气毫无关系。非要说的话，确实如此。明白了，谢谢。倒也没什么，只是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东西，说不定能够活用于下一次。干嘛？你看起来很开心，是因为又能和其他树并肩作战了吗？说什么屁话！我才没有开心。要不是顶着半个殉死的名头，又不想破坏刚刚的气氛，我早回窝睡大觉了。你还真是喜欢说反话，只可惜瞒不了我。嘿嘿，你们都瞒不了我。你们开心的时候，尾巴都翘得很高，还会摆来摆去，多明显啊！我还以为只有我发现了呢。啊，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吗？出发了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瑟利姆，你现在还好吗？你这态度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是什么绝症病人？看你的反应，我一定让你觉得很可怜。啊，不，应该说很凄惨。庶民可最喜欢看贵族的末路了，不是吗？我并不是。有趣，末路自有它的趣味，否则古往今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戏剧热衷于探讨自杀行为。只不过比起这种古已有之的审美，一片片的私下故事的未来，再把它们裁成我最喜欢的样子，这样才更有趣吧。瑟姐姐，未来也能裁剪吗？虽然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做，但我会帮你。谢谢。小色拉的结合也是我必不可少的针线呢。准备好了吗？
无相之象。不错，无相之象，无所定形，万事皆允。打个通俗点的比方，就像是廊丘这一方世界的许愿机，而填充这种许愿机的，又是人们的恐惧。我等虽努力趋利避害，让影也能造福人间，唯有这原初之恶，无法更改，难以动摇。凡是生灵，皆有恐惧。人出本善，破坏、杀戮，一切人为之恶，追根溯源，几乎都由恐惧而起。而无相之象，便是其集大成者。然也，咱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些汇集起来的影子，就像是廊丘的墓地。毕竟，还有哪种负面情绪能超过死亡的恐怖呢？说起来，我们来是来了，可对自己能做什么、要做什么，却还是一概不知。白吉先生，不如你现在就给我们安排点活呗。在琥珀街玩了这么久，也该做些回报大家的事了。陈学姐刚刚倒是嘱咐过我，说是一定要把仪式的过程拍摄下来，好方便研究所开展后续研究。不同于异类之仪，这次的仪式被称作塑形之仪，对吧？为无相之象构筑外形，虽然只花了师傅几秒钟的时间来命名，但倒也简洁明了。之前，松雀也为各位简单说明过，塑形之仪的过程，就是由数尽可能多的支配影子，最好是廊丘的全部，再由在下凭借虚焰之力完成一次为集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的确有一件非拜托诸位不可的事。哎呀，老师傅，您就别卖关子了。好，我需要你们在塑形之仪进行期间，为我等护阵。只要在场众人能坚持到阵法落成，剩余之事交给在下便好。我总觉得爱因斯坦在地球上做过类似的事。爱因斯坦是谁？大概算我妈，虽然她只肯让我叫她姐姐。没什么，总之这不重要，不用在意。在我和克拉丽接受的课程中，倒有不少都和护阵相关。虽然此阵非彼阵，但应对技巧应该差不多。哦，说回这个，总之就是别让奇怪的东西靠近各位树和影球就对了吧？正是。没问题，包在我们身上。来到廊丘之后，我们也积累了不少应对影子的经验，而且还有绝之外的其他器用可资利用。应该没问题。你倒是自信一点，别用提问的语气来回答呀。无论如何，白吉谢过各位。来吧，诸位，塑形之仪即刻开始。以万有为仇，与天时齐命，无心无道，尽付于此。真的出现了！我们上，时机正好，蓄能完毕，别走神，是时候团队作战了。倒计时，一起上吧。还真是没完没了。在那别动！哎呀，不四一，空中接力！别想靠近他们！别！雷光启蒙！呼呼！火力突击，蓄能怪物还真是多呀！示我一球！头伸过来，去把他们轻轻敲醒。哦呦呦哦，交给我吧。还没结束吗？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失败。走你！大家已经累了吗？
那就都交给我吧。死一击！时机正好，锁定目标。啊，地面在震动。白姬那边好像成功了。